一群根本不懂游戏的人做出来游戏，它当然不好玩了。其实这个道理是做什么都一样的，无论是音乐、电影、自媒体，你没有热爱，没有 passion， 你注定是不会成功的。重新加入 loot box， 推出怀旧模式，再多蹩脚的女团联动，这些都救不了他们，因为他们已经把玩家的信任都消耗殆尽了。关于新名特工的 BOSS 和守望先锋2的持续低迷，所谓的主流媒体会去说什么啊？英雄射击类游戏已经过时了，玩家不再喜欢团队竞技玩法了。可是他们刚说完这句话不到2个月，漫威争锋就带着雷神之锤狠狠地砸碎了这群人虚伪的面具。上线首周同时在线40万，Twitch 直播热度超越英雄联盟和瓦洛兰特，直冲全站前3。玩家社区每天都有成千上万条角色搭配的攻略在疯传。这记响亮的耳光不仅打在了传统媒体的脸上，更是揭穿了某些游戏厂商的谎言。不是玩家不爱这个类型了，而是你们做出来的东西根本就是垃圾。就像有人非要把过期三明治塞进米其林餐厅的包装盒里，还怪客人不懂品尝美食。大家好，欢迎来到第9频道，我是老九，在这里我们一起剖析第9艺术的魅力。Nice。曾经我是暴雪的忠实粉丝，我买了他们家很多的周边。然而说到自毁长城，暴雪绝对是教科书级别的反面案例。守望先锋2在决定不做 PVE 的时候，就决定了他的死局。作为2016年的年度游戏，守望先锋原来拥有完美的开局。因为曾经的守望先锋拥有很多有意思的角色，近未来的背景设定，加上时不时释出的 CG 影片，以及随机出现的人物对话，这种近乎于黑魂的碎片化神秘叙事，大大的增加了人们对于剧情的讨论。所以当2019年暴雪宣布要推出包含 PVE 模式的守望先锋2的时候，整个社区都沸腾了。我幻想过带领守望先锋小队突袭致谢中枢，期待过操作黑爪特工执行隐秘任务，甚至讨论过是否会有不同的阵营的这种剧情分支。结果呢，他们端出来的2代根本就是个测试版本，战役模式的影子都没有。更可笑的是，那个所谓的2代新功能，居然就是把6v6改成了5v5，然后把 loot box 删了，重新做了个更贵的商店。这就好比你去米其林餐厅点了法式龙虾，结果服务员端上了1包泡面，还得意洋洋地宣布啊，我们创新性的把调料包2袋减成了1袋。更讽刺的是，他们竟然后来宣布彻底取消了 PVE 的开发。这波操作堪比在婚礼当天，新郎对着所有宾客的面说，其实我根本不爱新娘，你们把份子钱留下就可以滚了。你有病！暴雪长时间的跪舔所谓的现代观众，所谓的 modern audience， 却看不到核心玩家的真正需求。单从美术层面来讲，曾经的守望先锋，用直白的话去说，就是人物特别的好看。某 P 站那几年的3D 区就是最好的证明。然后他们近些年来加入了一些外形特别没有吸引力，甚至看上去有些奇怪的角色。这些角色不仅没有吸引力，而且具有强烈的刻板印象。这种行为非常的反人类，因为我在现实社会中已经非常普通了，你还要我在游戏中当一个比我本人还要丑的角色？ What are you retarded？ 而且我很奇怪，难道性少数群体也喜欢丑的角色吗？那些坐在加州办公室里的精英们似乎陷入了一个思维怪圈，那就是他们认为少数群体就喜欢丑的东西。这他妈是什么新世纪傲慢？在我认识的性少数朋友里，有的人电脑壁纸是但丁的腹肌，有的人的手机锁屏是2B 的屁股。某馆上最火的变装皇后直播的时候穿的是地法的裙子。对美的追求是人类写在基因里的本能。那些举着彩虹旗的人，他们想要的是被当作正常人对待，而不是被你塞个满脸雀斑、发型像被雷劈过的政治吉祥物。暴雪的这波操作就像在说啊，你看我给你们这些怪胎设计了个丑八怪角色，快来感恩戴德吧。这种骨子里面的优越感比直球的歧视还要恶心100倍。他们口口声声自称他们是代表 Pride 的人群，他们是骄傲的，但我看到的却只有傲慢。
他们甚至给每一个角色都画了一张所谓的多元化图表，以证明自己有多么的政治正确。什么样的公司才会如此魔怔啊 ？Stupid！ 你觉得他真的在乎那些 identity 吗？在乎你的 identity 吗？不是的 ，They don't give a。他们在乎的只是你的钱包，你的 money， 这个懂吗 ？Money。Damn。而且他们舔还舔不对人，他们跪舔的这群人才是最不尊重多元文化的人。就比如去年臭名昭著的 Sweet Baby Inc. 这家公司现在还活着，他们号称多元文化顾问公司，本质上就是游戏界的勒索集团。他们的商业模式堪称完美犯罪，先给开发者洗脑，说是你的游戏里面充满了有毒的文化，然后就开始兜售文化敏感性改造方案，最后他们再坐收天价的咨询费。最绝的是，这个生意将永远的持续下去，因为他们今天会说你的角色车灯太大，物化女性，明天就会指责你的武器造型暗示殖民主义，等这些都改完了，后天又能发现地图里的云朵形状像种族主义的符号。他们的问题就是永远无法解决的问题，因为只要问题一直存在，他们就能一直维持他们的权利。当现有的问题被解决，他们会制造新的问题。所以你才会看到为什么这些所谓的 DEI 会蹬鼻子上脸，不断的得寸进尺。这一套文化永动机式的找茬模式，让这群文化纳粹在游戏产业链的顶端活得滋润无比。更可怕的是，去年索尼、育碧这些大厂争着给他们送钱，生怕被社交媒体上的这些水军挂上标签。现在的暴雪就像一个整容过度的过气明星，拼命的往自己脸上注射各种政治正确的玻尿酸。他们其实是绝望的，因为现在如果他们重整策略，回到以前不怎么参与 DEI 的政策，他们会得罪 DEI 的那波人。但是如果他们不转向，那么他们的玩家将会持续流失，他们将会没有任何机会。他们是绝望的，同时也是尴尬的。但我一点也不同情他们，因为这个公司的员工自己都不玩游戏，甚至有些员工还讨厌游戏玩家。他们把所有玩家喜欢的东西删除，然后再傲慢地加入一些没有多少受众的元素。他们为了迎合错误的玩家群体而改动背景故事，非要把游戏变得很安全。Why the would you do that？ 你为啥要跟钱过不去呢？一群根本不懂游戏的人做出来游戏，它当然不好玩了。其实这个道理是做什么都一样的，无论是音乐、电影、自媒体，你没有热爱，没有 passion， 你注定是不会成功的。重新加入 loot box， 推出怀旧模式，再多蹩脚的女团联动，这些都救不了他们，因为他们已经把玩家的信任都消耗殆尽了。事儿不是这么办的，如果这个公司站出来承认错误，那或许还有的救，但是他们的傲慢导致他们永远不会去这么做。说个题外话，之前买了他们家 Diva 的手办，差不多1000刀的样子，结果发过来一个残次品。我隔着时差跟他们在美国的客服打了无数个电话，邮件发了无数封，想让他们给我换一个新的。结果他先跟我说可以，然后等了几天又回来跟我说不能换，只能退，非要让我退了再下单。当时我还没有车，打着 Uber 去邮局给他寄回去了，退货的运费还是我自己出的。从此以后我再也没有买过他们家的任何周边。我曾经是暴雪的终极粉丝，但这家公司现在的情况实在是太让人失望了。曾经那个做出巫妖王之怒、星际争霸的暴雪早就已经死了。他们永远不会明白，玩家可以接受不完美，但是无法接受虚伪。当我们发现这个世界需要更多的英雄，变成了这个世界需要更多的钞票的时候，曾经的热血自然会凉透。现在打开战网好友列表，当年组队开黑的名字全部都灰掉了，烦死了。说到底，游戏从来不只是代码和贴图的堆砌，而是造梦者与追梦者之间的神圣契约。当暴雪亲自撕毁这份契约，把天平另一端的热爱换成政治正确的砝码和财务报表的数字的时候，他们的命运早就已经注定了。
有时候我会盯着收藏柜里落灰的《守望先锋》典藏版手办，想起2016年那个熬夜等公测的夏天。当时我们以为我们抓住的是未来，现在才明白，那不过是夕阳最后的余晖。暴雪用了7年的时间证明了，杀死一款游戏的从来不是盗版和外挂，而是开发者逐渐冰冷的心。守望先锋的故事永远定格在了那个没有兑现的 PVE 承诺里，成为游戏史上最令人唏嘘的墓志铭。欢迎收看地图频道，感谢大家的陪伴。如果你也有对暴雪或守望先锋的看法，欢迎在评论区分享，也别忘了订阅、关注、点赞、收藏。我们下期再见 ，peace。这特好 I don't give a damn。我天，我觉得我是帮你省了100万，天哪，特好特好，你看你自己看。